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宝宝，跟你们已经有1个月没有见了。是的，从疫情爆发到现在已经有1个月时间，已经快宅出病了。很久没有给你们看过我现在的形体了，你们期待吗？你们不期待也要看。是不是保持的还可以？我自己觉得还保持还可以。1个月没有称体重，但是我在用我自己的方法在维持我现在的一个形体。我疫情之前呢，我的体重大约在85公斤，不到一点点。然后看一下现在有多重。85.6，也就是如果我脱了裤子，然后再脱掉内裤，然后再脱掉眼镜。今天呢，这期视频呢，主要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是如何保持我现在这个身材的，要保持适当的运动量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会给你们推荐一些家庭训练。1、2、3。为了可以更好的呈现出家庭自重训练，我尝试用画外音的方法给大家讲解这套训练。在正式训练前，我们先完成一些热身动作。热身动作由3部分组成。先热身一下我们的关节，在这里呢，包括我们的手腕啊、脚腕啊、膝盖啊、脖子。这样热身是为了避免在自重训练过程中关节的受伤。总共完成的时间大约在1分钟。热身完关节，接着做30秒的障碍物的小碎步和30秒的开合跳。这2个动作之间没有休息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可以让我们的精神和身体同时进入训练的状态，在短时间内提高我们的心率，让之后的正式训练更有效率。整个热身过程应该在5分钟内完成。热身后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训练。第一个动作是负重抬手俯卧撑。做这个动作时要注意，这个俯卧撑呢，主要刺激我们的是胸和3头。当我们在撑起来时，做一个抬手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肩膀前束。如果说想提高这个动作难度，可以像我一样拿一个重物在抬手的过程当中。第2个动作是爆发俯卧撑。这个动作可以提高我们胸部和3头的爆发力，同时对于我们胸部的力量增长是个非常好的动作。退阶板可以将我们的膝盖跪在地上完成。第3个动作是交替的毛巾划船。这个动作主要刺激我们的背阔肌。当我们在做这个动作时，需要将我们的手肘内收，用力拉动毛巾时，需要感受我们小拇指压力要更大一些。背阔作为一个主动发力肌群。第4个动作是叫超人2头起。这个动作主要刺激我们的竖脊肌和我们臀部。肌肉力量不同，我们起来的高度也不一样，切记不要过分去借力，容易受伤。第5个动作是抬腿交替收腹。这个动作刺激了我们的腹肌。在做这个动作时，我们可以将一个物品作为一个障碍物，我们在绕过障碍物时完成收腹的过程，尽可能将我们的腿抬高。我们腿抬越高，这个动作也越困难，建议你们最开始的时候不需要抬得特别高。第6个动作叫登山者。这个动作在训练过程中不光锻炼到了我们的核心，同时还锻炼了我们的心肺。疫情期间呢，增加一些心肺训练也是可以加速我们的新陈代谢，同时呢，促进我们排出体内的毒素。第7个动作是髋窄深蹲跳。这个动作完整的刺激了我们的臀腿。当我们在做窄距时，它刺激了我们大腿的股四和大腿的外侧。在做宽距时，主要刺激了我们的大腿内侧和臀部。这2个动作交替时用跳跃来完成，增加了这个动作的难度，对我们的心肺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。最后一个动作也是我们第8个动作，是我们的弓箭步跳。这个动作跟刚才一样，它不光是个非常好刺激我们臀腿的动作，同时呢也继续锻炼我们的心肺。做这个动作时，膝盖始终朝我们脚尖的方向，躯干呢保持一个中立位。如果说觉得这个动作比较困难的话，可以先尝试做单侧，也不必跳跃。完成了第8个动作，也就是我们一个完整的循环。我会把整套训练放在屏幕的这个地方，你们可以现在截图，让我们看一看谁可以成为能量王者。让我们一起干吧！奥利给！